RWA 也就是现实世界资产。那最近在加密领域简直是个热门话题，看起来呢它只会越来越火，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目前加密货币中按照市值来计算的 RWA 领头羊是 Mantra， 但是问题是它还能继续坐稳头把交椅吗？从概率来看呢，可能性其实不大，因为在 RWA 领域里有很多很棒的项目正在开发更好的系统，而我们发现其中2个项目在技术和路线图方面都是非常抢眼的。尽管目前他们的市值还只是 Mantra 的一小部分，但实际上我们觉得在牛市结束之前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 RWA 领域的领头羊。那我们来看看这2个项目吧。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是由 Bybit 所赞助的。那只要你今天点击我的链接注册，就可以获得20 USDT 的奖励。那方法很简单，点击链接注册之后，去到福利中心，那在7天内充值最少$100，就可以领取这个奖励了。那奖励呢是20 USDT 的现货和20 USDT 的抵扣金。那先到先得，大家赶紧来注册吧。那 RWA 领域确实是加密行业里最火的赛道之一。那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资产通证化，这就让人不禁好奇未来谁能够真正引领这个领域呢？我们特别看好2个中型市值的项目。那我觉得呢，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牛市周期结束前成为 RWA 行业的领头羊。那他们就是 Clearpool 和 Polymesh。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2个项目正在做的事情，坦白讲非常新颖和有趣。凭借这个表现这2个项目完全有机会成为市值10亿美元级别的大项目，甚至走得更远。那我们先来聊一聊 Clearpool， 它是 DeFi 和 RWA 领域中一个少见的玩家。那这类项目我们通常不太提，因为它的模式还没有完全被验证。那如果你想要超越平均水平的回报，就得逆向思维。当别人向左的时候，你就得向右。那 Clearpool 的特色是非全额抵押贷款。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链上的贷款模式，但是并不要求借贷人提供全额的抵押品。那这种模式其实在传统金融里比如先买后付的公司或者是汽车贷款很常见，但是在加密领域，尤其是链上实现的这种模式是非常稀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风险高，骗贷容易。除非贷款模式足够大，且借贷方是那些一旦毁约会严重损害名誉的公司。到目前为止 Clearpool 已经发放了超过 6.4 亿美元的贷款，借贷方全是企业客户。这些客户通过类似传统银行的审批流程，包括 AML 反洗钱和 KYC 客户身份验证，然后根据信用评级来确定贷款条件和风险等级。举个例子， Gravity Team 的信用评级是为 B 减，他借了50万美元，目前没有任何的违约记录。 Gravity Team 是一家提供加密货币量化交易软件的公司，也就是那一种基于算法的专有交易程序。那 Clearpool 的核心优势是在于它专注于与那一些足够大而且明确目标的公司合作。那这些公司非常不愿因为贷款违约而影响自身的名誉。更棒的是，大多数的借贷方本身也是加密公司，他们希望推动整个加密经济的增长。这是一种独特的模式，结合了传统信用工具，比如信贷评分和加密原生的风险评估。你也可能知道 RWA 领域现在非常的火，潜力非常的大，像 BlackRock 这样的公司也积极在布局这个赛道。我们其实已经讨论了这个趋势有一段时间了，甚至可以说是1年多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关注 RWA 的潜力。非全额抵押贷款将成为 RWA 增长的关键。如果所有的 RWA 借贷都像传统加密贷款那样，只允许超额抵押，比如存100万借75万，虽然增长还会继续，但是扩展性会受限，因为这种模式传统市场早就能通过中介完成了。另外 Clearpool 正在开发一个基于 Optimism 的 Layer 2 网络 Ocean， 专为 RWA 设计了，提供链上合规收益的解决方案。那这一点呢，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那目前 Clearpool 的代币 CPOO 的市值是在于 1.77 亿美元左右，代币的价格是在 0.25 美元，
总供应量固定为10亿枚，流通量约7.11亿枚。从市值和代币经济学来看呢，属于中型市值的项目。那如果从行业增长的角度来推测，只要 Clearblue 能够维持稳定的贷款组合，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它将会成为一个市值200亿美元的项目，那可是100倍的增长空间。从现在的2亿美元到200亿美元的市值，那非常期待它的到来。那最近呢，我和一群朋友创立了 Chain Studio， 这是一个 Alpha 群，我们会在群里分享币圈最热门的项目、币圈空投项目，还有币圈最新的资讯，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在币圈赚钱，其实就是看谁的资讯获得比较快。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市场上赚钱，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社群。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第二个项目，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另外一个中型市值项目 Polymesh。那在这个牛市结束之后呢，它很有可能会成为 RWA 领域的领军者之一。原因很简单，它采用了一种更加直接的客户 KYC 方法。在 RWA 领域， KYC 是必要的麻烦，不管你怎样去看待它，现实是受监管的投资产品如果没有 KYC 是无法进行募资或者是通证化的，否则很容易惹上监管的麻烦。所以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而 Polymesh 在官方网站上呢，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是专为证券打造的区块链，只通过 KYC 和 KYB， 也就是企业身份认证 Know Your Business 的注册证券，才能合法的进行通证化。那 Polymesh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专注于特定用途的应用链 App Chain。我们常提到应用链的优势是可以在区块链3难问题，也就是去中心化、安全性、可扩展性中做出权衡，以更好的服务目标客户。那对于注册证券来说，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是优先级别最高的，而去中心化相对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不重要的一环。那 Polymesh 非常注重合规化，对所有的客户都有尽责调查流程。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要持有 Polix 的代币，你可以直接购买，并且存在任何兼容的钱包中。但是如果你想要用这条链进行投资的操作，那就必须完成完整的 KYC 认证。那目前 Polymesh 呢，只有7500个账号，听起来不多对吧？但是想想看，像高盛这样的机构，只是需要一个账号就能够发行证券，所以这7500个账号中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机构的账号。这意味着呢，链上的资金流动潜力非常大，而且增速可能会非常的快。那 Polymesh 的另外一个独特优势就是 Token Studio 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任何通过合规检查的用户都可以发行自己的合规通证。无论你的公司是在美国、英国、欧盟还是新加坡等等的地方，都可以发行符合当地监管要求的通证。这种高度的灵活性，同时又保持合规性，目前在整个行业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解释为什么 Polymesh 的 4.75 亿 Polix 已经在短期内被质押和绑定，人们已经看到它的价值，自然也想要参与其中。那目前 Polix 的价格是为 0.36 美元，市值 3.33 亿美元。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流通量和总供应量是相同的，均为11亿枚，但总供应量是无限的。这在代币经济学上不太理想，虽然不至于硬伤啊，但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点。那未来它的潜力如何呢？如果定制化、合规的通行证券市场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快速的崛起， Polymesh 极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假如实现100倍的增长，市值将会达到360亿美元。这完全在 RWA 领域的增长势头中是可预期的。总之 Polymesh 呢是 RWA 赛道中的一个潜力股，值得我们去关注。